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华为手机安装原生谷歌服务框架，全程不需要借助 MicroG。最近，谷歌对华为设备的登录限制有所放松，所以才有了本期的视频。想要原生体验的朋友，建议尽快安排上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跟着视频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。首先，我们将视频的附件下载到手机上并解压。在安装开始之前，我们还要有一些准备工作。回到手机桌面，打开设置，隐私空间，关闭隐私空间，返回到设置，系统和更新，纯净模式，关闭增强防护，返回到上一级，系统导航方式，更多，关闭悬浮导航，返回到设置，应用和服务，关闭应用分身，返回设置，电池，关闭省电模式，返回设置，应用和服务，应用管理，输入 Google， 点击右上角4个点，显示系统程序，删除所有 Google 相关的程序。我这个手机已经安装好了谷歌服务框架，所以才会有这4个程序。没有安装过谷歌服务框架的，这里就不会有程序需要卸载，同时也需要卸载所有 MicroG 相关程序。卸载完成后，回到手机桌面，在开始安装之前，我们先来恢复谷歌服务助手，它是用来帮我们辅助安装谷歌程序的。如果没有这一步骤，可能会导致后续安装完的谷歌 Play 商店无法正常打开。打开设置，用户和更新，日期和时间，关闭自动设置时区。将时间调整到2019年。返回上一层。在恢复之前，我们需要先拷贝一下文件。回到桌面，打开文件管理。将附件里的 Backup 文件夹拷贝到内部存储花尾文件夹下。如果之前已经有这个文件夹了，这里选择合并文件夹。回到桌面，打开设置，系统和更新，备份和恢复，点击右上角4个点，从内部存储恢复。如果没有从内部存储恢复的话，先选择下面的外部存储，给其权限后，重新进入备份和恢复，这里就有从内部存储恢复了。点击恢复，显示输入密码 A12345678。完成，回到桌面，打开谷歌服务助手，
点击激活，勾选已知风险，等待倒计时结束，点击仍要激活，允许谷歌服务助手 APP 访问媒体和文件。注意了，这里不要点击开始下载，直接回到桌面，不需要关闭谷歌服务助手。我们来恢复一下时区和时间。打开设置、系统和更新。日期和时间，打开自动设置时区，因为联网，时间也会自动恢复。回到文件管理，打开已经下载安装包所在的文件夹，按顺序安装1、2、3、4号 APK。安装完成后，回到手机桌面，重启手机系统，打开设置 Google， 登录谷歌账号。输入 Google 账号。由于演示的原因，这个账号登录时需要验证。你们在登录过程中应该不会碰到这个问题。输入完成后，点击下一步。输入账号的密码。
这里，我在其他手机上同意了登录。点击我同意。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保存或者不保存密码。登录完成以后，默认会为你的手机更新谷歌 Play 商店。没有跳转的此界面的，可以手动打开 Google Play 商店。我们可以先继续前往 Google Play， 跳过更新，它会后台帮我们更新 Google Play 商店。为了验证谷歌服务框架有没有正确的安装完成，可以下载 YouTube 和 Gemini 进行验证。之所以下载这两个应用，是因为它们对谷歌服务环境依赖比较明显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如果这两类应用能够正常安装登录并使用，通常说明当前设备上的谷歌服务框架已经安装成功。耐心等待一下这两个应用的下载和安装。YouTube 可以正常打开并使用。Bjorn, 451, you go up front. Unbelievable. 登录验证弹窗。开始之前，我们来开。这时候，打开 Google Play。最近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，后续2
Gemini 同样也可以正常打开并使用。卸载谷歌服务助手，卸载之前一定要重启手机，否则会导致后续我们重启手机之后，谷歌 Play 商店消失。由于前面我在登录谷歌账号之前已经对手机进行了重启，这里就直接开始卸载谷歌服务助手了。打开设置，应用和服务，应用管理，搜索谷歌服务助手。谷歌服务助手，点击右上角卸载，确认卸载。虽然谷歌服务框架已经安装完成，但是还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设置。打开设置，应用和服务，应用管理，搜索 Google Play 服务。给其开启位置、媒体和文件权限。Google Play 服务是谷歌和第三方应用正常运行的基础组件。如果这些权限没有放开，可能会导致登录异常或者功能缺失、应用报错的问题。如果希望 APP 正常接收消息推送，还需要继续做以下设置。打开应用启动管理，找到 Google Play 服务。设置为手动管理，将允许自启动、允许关联启动和允许后台活动3个选项全部开启。如果系统限制了 APP 的自启动、关联启动或后台活动，即使谷歌服务本身正常，消息也可能接收不到或者延迟非常严重。简单来说就是想让哪个 APP 正常推送，就给哪个 APP 放开后台限制。如果你想确认谷歌消息推送是否已经正常完成，在确保当前网络可以正常访问谷歌的情况下，打开电话，输入*426*，系统会自动跳转到 FCM 日志界面。如果页面中显示 Connected， 说明 FCM 已经连接成功，消息推送功能基本正常。在完成前面的步骤以后，虽然已经可以登录谷歌，打开谷歌 Play 商店，甚至可以使用部分应用，但系统仍然可能反复弹出未通过 Play 保护认证弹窗。这里强烈建议安装完成后第一时间去禁用 GSF 来避免弹窗，否则后续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。禁用弹窗需要用到电脑和附件里的 ADB 工具。打开开发者选项，如果没有此选项的，需要现在设置。关于手机里，连续点击版本号7次，输入锁屏密码后即可开启开发者选项。打开 USB 调试，通过数据线将手机连接到电脑，手机上选择文件传输。在电脑上解压 ADB Windows 压缩包，打开解压目录，在上方的目录里输入 CMD 回车，打开终端。注意，一定要在上方这个目录里输入才行。在打开的终端里输入这个命令回车，出现这个提示，这说明禁用成功。也可以到设置、应用和服务、应用管理，点击右上角4个点显示系统程序，搜索 Google 服务框架。如果显示已停用，则说明禁用成功。如果你开启应用分身或隐私空间，其实主用户已经处理完成，弹窗仍然可能继续出现。应用分身和隐私空间本质上都属于安卓多用户环境，可以先执行以下命令，查看当前设备上的所有用户。系统会返回以下信息：0表示主用户
其他数字通常就是应用分身或者隐私空间对应的用户 ID， 将上面禁用 GSF 的命令中的数字0替换成你查到的分身用户 ID， 再执行一遍。这套方法的核心思路可以分为3步：安装谷歌基础组件，放开权限和后台限制，通过 ADB 禁用谷歌 Play 保护机制弹窗。最后，感谢观看，欢迎点击小铃铛订阅，我会持续更新更多作品。大家也可以将安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打在评论区，我会一一解答。下期见。